前方高能预警。哦！手滑相机摔了，万幸没有摔坏。嘿，大家伙儿早喽！1月6号星期六，周末了啊，都跑了挺远的了，才开机。看我背了一个包，这包是好多年前，大概7年前在迪卡侬买的。之前一直没找着，老想说背这个方便，冬天以为没带过来，以为搁北京了。今天在一个缝隙中找到了它。今天跑长距离，还是大阪马拉松的赛道。现在跑到了18公里多，也就是说，还是那天那样，我直接从家出来1公里，跑到新斋桥，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大阪马拉松的27公里左右。已经跑完了最后一个大折返了，但是今天不会跑到大阪城了。如果把后边路线都跑完，还是34公里，太长了。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了，前3天，第一天跑了21公里，第2天跑了23公里。因为都在东京，所以就1天跑1次。昨天第一天回大阪跑了21公里，下午没跑。因为就像昨天我说的，这一天睡太少了，有点累。就出来探这种路线，就是红绿灯，要不然你得绕，要不然像我这样稍微折一下。马拉松前期探路有意义，但是不必要。就是您不需要一定知道这条路实际是什么样，大多数人专业运动员肯定是有，还有赛前的技术会。今天咱们聊评论啊，看又贴了个小纸条。然后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还是准时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小伙伴们看前面那个上坡，到了那个上坡就折返了。已经跑了22公里多，如果折完返到那边冲完坡回家，我估计是还有3公里多，差不多就是26公里。先回应大家一个评论，大家好多小伙伴们关心我那天地震了，对吧？那天是到东京的第1天，和庆功的小伙伴们分开回酒店。刚到酒店开个电视，正感叹那个电视就没有应用，只能看电视台的时候，然后电视台就出通知了，说哪地震了，多长时间之后到达东京。后来一看是真的，手机也有报警。然后我俩说那试试，我还跟家属说，我说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因为我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我听家里人说，地震那个晃，就感觉头晕，得看标志物才能真正确定。这时候就开始晃了大概3下，就挂在衣架上的羽绒服有晃动，大概晃动的程度是什么呢？就有点像在地铁站里，地铁进站的地面。但是没有那么的尖锐，就是晃，它不是咚咚咚咚的。然后之后看了一眼那个羽绒服跟那晃，我说那咱出去看看，因为我们住9层酒店，出去看看，好像没人管这事儿。然后还有其他的客人坐电梯上去泡温泉，电梯也没停运，酒店也没有广播，我们就又回屋了。之后又晃了一下，那时候已经4点多了，好像还是5点，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出去吃饭了。就是有一期视频
就是第一天那期到达那天那期，晚上看我喝了一杯黑啤，在东京站的地下，人山人海，哪儿都排队。他们其实，尤其是关东地区，地震是比关西地区多的这些年，他们从小就受培训，问题也不太大。感谢大家。但是，真正严重的那个地区，看起来是破坏程度挺大的，因为它也都是老房子。但愿一切都好吧。我看见哪儿的天灾，我都其实觉得挺难过的。然后咱们开始回评论啊。第一个，比方说今天跑强度课，那到了晚上或者下午做力量训练、核心训练会不会有帮助？我觉得这个和是不是跑强度课没有太明显的关系。一般就是训练日安排核心训练比较好，休息日呢就纯休息，最多做放松，就不做强度的训练了，就不做任何训练了。我现在是这么做，所以核心训练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坦白的说啊，个人认为其实练得多点更好，只不过其实跑步马拉松训练挺累的，我有的时候核心训练也提不起精神来，并不是差一点力量，而是说有时候心态就觉得哎呦今天这么累了就不练了，就是这样。你看这老师这红绿灯等了好半天了，为什么不买那个 Insa 360的叫什么 Ace Pro 对吗 ？ACE Pro 我可能念的不对。有这么几个考虑啊，第一 ，Osmo Pocket 有云台，那个我手持拍，跑步不现实吧？而且握持的方式也不够友好。那个如果带裸机出来握持，我怎么拿着拍呢？带一个自拍杆有点太重了。主要就这两个考虑，还有就是传感器和等等。我其实大家看我的视频时间长的人也听我老说，我不认为计算摄影真的是未来，个人意见啊。所以我对 iPhone 总弄摄像头这事儿前几年是颇有微词的，只不过今年这一代表现得很不错。我觉得摄影可能以后要么就都是假的，就是人工智能，要么就都是真的，就是更优秀的传感器。我认为的计算摄影的方向可能是能更好的把传感器捕捉的信号反馈出来，并且呢能更好的去更快的处理自动的对焦曝光这些，而不是拍完以后把人变得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是我的不成熟的小观点。喜欢肯尼亚的手环，照网上的教程自己编了一个，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恭喜您！比赛的时候试试 Nike 以外的鞋嘛，有这个计划。等我回北京穿10X 5.0 Pro 试试，如果好，明年的大阪马拉松啊，今年的大阪马拉松就穿它了。可能还有别的鞋的可能性，都不确定。我是很开放的，换了碳板鞋或者换了其他的鞋，感觉速度上来了，心率高，强度大，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翻翻我的Vaporfly Next 的1代的评测。那天是刚到新加坡的第一天，还在酒店，还没有到租的房子，我就在健身房拍。后来到了租的房子，在外边拍了一些镜头。我那时候的能力，刚穿上那双鞋的时候就有点刹不住，就是能跑快，当然也特累，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如何看待伤病？
伤病是不可避免的，伤病是马拉松的一部分，甚至带伤比赛都是马拉松的一部分，什么都经历经历。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伤病是个大事儿，时间长了你就觉得伤病不是个大事儿，而这个过程，从觉得伤病是个大事儿到不是个大事儿的过程，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到了大坡了，想加入大阪的跑团，您要是住在大阪城附近，您就周3早晨5点45到喷水池前，我可以帮您引荐。前提是就是您还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大家开心交流，这样的话我也比较的好处理就好了。我也是就跟大家认识之后就加入了，没有什么条件和门槛。当然要买那衣服是得花钱。哎呀，这个坡，你们看前面这位应该就是本地人，他穿了个这种鞋，五指鞋。下一个，听我说，心率太低的心率跑步训练对成长帮助不大，建议在135以上。是的，就是如果您是初跑者，我说的初跑者就是全程马拉松还在3小时以外，男子啊，跑了不到5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要的想法是怎么能跑得更快。每次训练都尽量的用些力，这也是我的小经验，并不一定科学。但是你们看那天在黄居碰到第一次真实线下见面的400同学，他不就是吗？但是人家年轻，恢复得快。你看我每天拉强度，我拉不了。当然，如果您这段时间受伤了、生病了，那当然是以轻松跑为主，来保持自己的身体状态就行了。小伙伴们特别细心，那天 Alphafly 3的视频说是咱们这频道第900个视频，您有心了，我都没记住。但是后来我跟家属说，做个记录，我们到第1000个的时候，好好的安排一下。真正的马拉松路线不是这样了，就刚才是要一直走的。怎么区分力量型还是不是力量型的选手？我就不是力量型的选手，这个基本上一看就能感觉出来的。包括前天见到的大部分的小伙伴都不是力量型选手，或者这么说，大部分亚洲跑者都不是力量型选手。你们看日本的马拉松运动员，可能我觉得只有川内优辉算是一个有一点力量型的选手，其他人都不是。你就看身体的结构，感觉是不是消瘦就好了，各有各的好处。你们看西方国家，你们看我波士顿马拉松的冲线，那周围的那都是力量型选手。但是单纯从，如果您不是为了马拉松成绩，就为了健康的话，有点肌肉有点力量是更健康的，跟我比起来的话。2023年在同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赛道上，大雨中的波士顿马拉松的赛道上一起比赛了，有缘分呀！期待某年某月某一天在某一场其他的比赛上，或者还是在波士顿的赛场上，能和更多的小伙伴们再相见。今天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我们还是下午直播见。
好吗？那训练之后再说了。1月6号，星期六7点47，训练结束。今天第4个训练日，跑了一个算是半长距离吧，一共26公里，平均配速4分50。有1公里有点事儿，我停下来处理了一下。有1公里特别慢，6分多，最快1公里4分19，平均心率140。我看是不是140啊？没记错，对，140，还行。今天又跑了跑大阪马拉松的中段的赛道。哎呀，有点累，这4天有点累。一会儿回去剪辑完出去转转，下午跟大家聊聊天，好吗？今天不跟大家多说了，赶紧回家吃饭。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一起加油干。这小包背了26公里，没什么感觉，挺好的。那咱们这么着，一起努力冬训，迎接赛季。咱们不是明天见了，咱们下午见。明天休息日，下午和后天见了。加油干，加油干！